当2024年临近尾声，有关国际局势的未来走向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在即将到来的2025将是怎样的一年？世界是迎来新的转机，还是酝酿着更大的灾难？今天就让我们走进法国预言家诺查丹马斯和保加利亚王眼龙婆巴巴万加的一生，回顾这两位预言家留下的预言，为我们描绘的2025年将为人类带来哪些巨变？诺查丹马斯呢，于1503年出生在法国南部普罗旺斯的圣雷米。他全名的含义呢是圣母的米迦勒。这米迦勒呢是大天使，也就是圣母的使者。诺查丹马斯这个名字一听就不一般似乎注定他一出生就带有使命，他的预言呢也将蕴含着神谕。诺查丹马斯呢本是犹太后裔，但是全家为了躲避宗教迫害，在他很小的时候呢就从犹太教改信了天主教。爸爸呢是一位成功的粮食经销商，还是一名兼职的公证人。按说呢，这样的收入养活一家人呢不成问题。奈何这家里面孩子众多兄弟姐妹9人，每天呢这么多张小嘴巴等着吃饭，所以说这父母是里里外外忙碌的不可开交。尽管小时候的诺查丹马斯呢非常的聪明在学业上呢一直是以3级跳的速度飙升。不过面对生活的压力，再优异的成绩也无法引起父母的注意。好在这外公呢，在这几个外孙子当中一眼便看中了诺查丹马斯身上的巨大潜力。有一天呢，他问诺查丹马斯：“跟着外公去读书好不好啊？”诺查丹马斯是认真的点了点头。于是呢，外公便把他带在了身边，教他学习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和数学的基础知识，鼓励他研究星象学与天体科学培养他的洞察力和思考力。可以说这小时候的诺查丹马斯对天文地理是无所不学，无所不通。外公呢还将犹太传统的古老权力呢讲给了诺查丹马斯听让他呢第一次接触到了天堂的概念，了解到这一切是如何改变人类命运的。这些呢都为诺查丹马斯日后在预言方面的造诣奠定了基础。虽然诺查丹马斯后来呢成为了大名鼎鼎的预言家不过他的前半生却是靠当江湖游医来养家糊口的。16世纪的时候这瘟疫在法国的南部地区肆虐使得人们呢整天在惊恐不安中是度日如年。14岁时呢，诺查丹马斯进入了法国公立的阿比尼翁大学呢学习医学。不过由于疫情的爆发呢，他仅仅上了1年学之后便被迫离开了。在那段时间呢，他走遍了当地的乡村田野，并自行研究配方草药。19岁的时候呢，再次返回校园读书。这一次在蒙彼利埃大学呢，完成了读医学博士学位，并在22岁那一年呢，获得了行医的执照。当时大多数的医生呢，治疗瘟疫的手段呢，主要依靠水银制成的药水、放血，以及呢给病人穿上浸泡过大蒜的长袍。而诺查丹马斯采取的则是更有效的卫生措施来对抗瘟疫。他研发的玫瑰药丸颇受欢迎这是一种由玫瑰果呢制成的草本含片，富含维生素 C， 可帮助轻症患者呢缓解不适。他还让患者呢保持清洁，吃低脂食物，多呼吸着新鲜空气尽管呢诺查丹马斯的医术在现在听来好像都是一些个最基本的医学常识在当时无疑是具有开创性的。然而即便像诺查丹马斯这样无数次成功的从死神手里将患者挽救过来的医生，在面对自己心爱的妻子和子女染疫时却显得是无能为力。不得不感叹生活有时呢就是如此的残酷与无奈。1547年的一天，此时44岁的诺查丹马斯呢，正作为一名受聘于市政府的医生，辗转于法国各地，继续与瘟疫作战。今天呢，他正急匆匆地赶往去萨朗市的路上，不知道一会儿出现在自己面前的又将是怎样的一番凄惨的景象。然而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命运呢也由此悄然转变。当他来到萨朗时呢，尽管自己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可眼前的场景仍旧让这个与瘟疫打过无数次交道、看过无数死人的名医不寒而栗。到处是死去的人以及尚未掩埋的尸体，更多的人正在痛苦地呻吟着，在死亡线上是苦苦挣扎。来不及多想，诺查丹马斯立刻便投入到紧张的工作当中。
很快呢，他便在一所豪华的住所里发现了一位倒地不起的美丽妇人。所幸抢救及时这名女子呢被从死亡的边缘拯救了回来。当女子奋力睁开双眼，出现在自己面前的诺查丹马斯无疑是天使一样的存在。最终，当地和附近城市的疫情得到了控制，获救的居民送来了珍贵的礼物以表达谢意。诺查丹马斯呢却无私地将礼物呢分发给了贫困的人，人们无不为此感到感动。此次的出行呢，也让诺查丹马斯重新收获了一份爱情，那就是那位被他从死神手中夺回来的美丽妇人。她是一位富有的寡妇，名叫做安彭沙德。1547年底呢，他们再婚了。此后，在妻子的资助之下呢，享誉后世的预言家诺查丹马斯终于得以专心地预测未来了。实际上聪明过人的诺查丹马斯呢，自小就对占星术有着浓厚的兴趣在前妻与子女去世之后他曾在意大利、希腊和土耳其等地呢旅行了数年，还探访了古代的神秘学校，并且获得了精神上的觉醒。他非凡的预言能力呢，也正是在那一时期开始展露出来。传说诺查丹马斯在意大利旅行期间呢，遇到了一群方济各会的年轻修道士们。没过多久大家呢就互相的熟络了起来。有一天呢，诺查丹马斯突然双膝跪地，对着其中的一位修道士虔诚地喊道：“我尊敬的教皇！”大伙被这一嗓子都给喊懵了。谁呀？谁是教皇教皇在哪儿呢？你在开玩笑吗？在这儿呢，他就是未来的教皇。说着，诺查丹马斯便将手指向了眼前的这位叫做菲利斯·佩雷蒂的修道士。大家伙是面面相觑，估计大家都在想这大白天的怎么就突然胡言乱语了呢？果不其然1585年呢，菲利斯·佩雷蒂呢成为了教皇西克斯图斯5世。诺查丹马斯把家里住宅的最上一层的阁楼呢改装成他的书房，在那儿他安装了一些在当时很是神奇的装置，比如说这个天体观测仪、魔镜、神棒与一个铜镜三脚架。诺查丹马斯在诸世纪中描述他的预言产生的过程。幽深夜里，独坐于密闭的书斋黄铜三脚架之上，幽暗的火苗微微闪烁。难以置信的预言诞生了：将手杖放置于三脚架正中，将水泼向皮袍下襟与足面。神谕恐怖，令长袍之下的身躯站立。神圣的光彩中，神与我同在。他把看到的未来景象用4行诗的形式记录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呢，一首又一首的预言诗呢，逐渐的汇成了一部旷世著作。1555年，《诸世纪》第1版出版了。很快，诺查丹马斯的名声传遍了整个欧洲。这《诸世纪》中呢，有一首诗暗示了法王亨利2世之死。他写道：“年轻的狮子将战胜年老的。在一场单对单的战斗上，他将刺破金龙中的双目，2个伤口合成一个，他死于残酷的死亡。”很快呢，诺查丹马斯便引起了亨利2世的妻子凯瑟琳·德·美第奇王后的注意。应他的邀请，诺查丹马斯呢于1556年7月14日呢前往了巴黎。经过了1个多月的长途跋涉，王后呢终于把他迎进了宫中。2人的会谈长达2个小时。据说王后向他询问了那4行暗示国王之死的诗。4年后的1559年的6月28日，亨利2世在一次比武当中被一名年轻的武士用长矛刺穿了头盔，插入眼中。不久呢，便在极度的痛苦中死去了。这预言的应验呢，也使得很多人对其预言能力感到震惊与钦佩。不过呢，也有一些人认为他是妖言惑众。诺查丹马斯早在35岁时呢，就曾因年获罪，受到过教会的通缉而四处流浪了6年。他完全知道这里面的风险，因此呢，他的诗都是以晦涩难懂的文字体写成的，其中有法语、普罗旺斯方言、意大利语、希腊语以及拉丁语等。时间顺序呢，也故意被打乱。诺查丹马斯甚至还准确地预测到了自己的死亡。1566年，诺查丹马斯在家中平静地离世了，享年63岁。当人们发现他的遗体时呢，正如他本人所预言的那样将会发现僵硬地躺在椅子与床之间。
在诺查丹马斯去世之后的第2年，他的儿子凯撒收集了他所有未曾出版的预言，并且呢于1568年正式出版。这基本呢就是流传后世的诸世纪了，包括预言诗近1000首。预言的时间跨度是从他所生活的时代直至世界末日，或者说是进入另一个伟大时代的前夜。人们从中呢找到了对许许多多历史大事的准确预测，比如说这法国大革命、拿破仑的兴起、希特勒的崛起、共产主义运动、911事件，还有研究者解读出了火车、飞机、电影、原子弹的出现等等。直到今天呢，人们仍在津津乐道地谈论着诺查丹马斯的预言，他被称之为神鬼先知末世先知。他的诸世纪也是长久不衰，在欧洲被誉为第2部圣经。1911年，巴巴万加出生在奥斯曼帝国的一个村庄农场里，位于现在的马其顿境内。他的原名叫做万格利亚·潘杰娃。万加的童年可以说是苦不堪言，仿佛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了。因为早产，他从小身子骨就弱。3岁的时候，妈妈因病离世，爸爸应征入伍，远走他乡。小小的万加就好像那枯荣有几的小草，细小的身姿爆发出顽强的生命力。好心的邻居和朋友们都很同情他。Oh sweetheart， 我可怜的小姑娘，跟我来吧。就这样吃着百家饭，穿着百家衣，小万加长大了。7岁的时候，爸爸回来了，重新组建了家庭。小万加总算是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在那段日子里，他最喜欢玩的游戏就是假装自己是医生，而其他的孩子都是他的病人。幸福的时光总是那么的短暂，悲剧再一次降临在万加的身上。一场离奇的事故使他双目失明了。12岁的一天，万加和他的堂兄弟们正在外面玩耍，突然间乌云密布，电闪雷鸣，一股狂风迎面而来，把还没有来得及躲闪的万加卷到了空中，并扔到了附近的一片田野里。当家人找到奄奄一息的万加的时候，他的眼睛已经被泥土封住了。当他试图睁开双眼时，里面的污垢和灰尘让他痛苦不堪。遗憾的是，尽管后来进行了3次手术，还是无法挽救他的视力。随后，万加被送到盲人学校学习盲文。可是，在求学期间，又收到了爸爸的来信，告诉他继母已经因为难产去世了。这书是读不下去了，万加别无选择，只好乖乖地打包回家去照顾年幼的弟妹了。生活中的怪事接二连三地发生了。万加在梦中听到了奇怪的声音，看到了变化的幻象，而那些幻象随后都在现实生活中真的发生了。后来就连死者和植物也来找他交谈。万加不禁感叹，在这个正常的世界里，我是看不见了，但在别人看不见的那些隐藏的世界里，我却能够看得很清楚。这些不寻常的经历让万加逐渐意识到自己有天赋，是有能力预测未来和给他人看病的。万加的传奇故事流传开来，他就以当地占卜师的身份开始给人们预测未来。万加在山区里有一间简陋的小木屋，墙壁的缝隙间挂着枯萎的爬藤植物，屋里昏暗的光线从那门板之间折射进来。空荡荡的房子中间摆着一张圆桌和几把椅子，孤立而无依靠。万加就经常坐在那里，等待着年久失修的木门发出嘎吱声和那些远道而来的访客。访客们想接受万加的治疗，并聆听万加讲述他们的未来。万加的灵通和预测能力逐渐在民间名声大噪，尤其在2战期间，具有这种能力的神婆那是广受欢迎的。成百上千的人蜂拥而至，在他的小木屋外排着长队。这些急需等待消息的人们都渴望见到万加本人。据说甚至连保加利亚国王鲍里斯3世、前苏联第4代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等许多的政要都曾经专门拜访过他。
至于他们之间都说了什么，那就是国家机密了。万家会要求客人随身携带方糖，在进行解读之前，他会把它们握在手中，就像是握着一个个神奇的水晶球一样。因为万家没有写下任何东西，朝圣者只是聆听他睿智的描述。在万家最后的日子里，那些拜访过他的人说，虚弱的万家会坐在屋子中央，旁边是一桌来访者赠送的礼物。他显得疲惫不堪，脸色苍白，有时几乎说不出话来。在他死前的最后一次采访中，万家向世界传达了一个凄美的信息：不要互相仇恨，因为你们都是我的孩子。1996年，万家因乳腺癌去世，享年85岁。他预测了自己死亡的确切日期，梦见自己将于8月11日死亡，并于8月13日被埋葬。当年的一切也都是那样发生的。他的葬礼吸引了数百名的哀悼者。他在佩特里奇山区的最后一所房子，现在是一座纪念博物馆。这位神秘主义者继续用他的预测影响着后世的追随者。上世纪60年代，美国和前苏联都陷入了对预言以及通灵能力的研究热潮当中。对于万家这种特殊人才，保加利亚政府在1966年把他列入了国家特殊补贴的名单当中，发放政府工资，还给他指派了2名秘书以及一个专门的研究小组。但是万家把工资都捐赠了出去，他为人预测从来是不取报酬的。根据国际科学研究院的研究，万家的预言准确率在75%到80%之间。国际科学研究院的尤里内格里贝茨基博士曾经对万家进行了长时间的数据跟踪及研究。他解释说，万家的脑部结构就好像是一个电脑搜索系统加声纳装置，只要闭目输入一个问题，他的脑部便能把事件的因和果连接起来，然后就能看见未来的画面或听见声音。而万家本人也曾在访问中这样形容过，一切预言的声音和画面就活像一套套生动的电影，在脑海中一一播放出来。万家在1989年说，恐怖恐怖，美国同胞被钢鸟袭击后会倒下，狼群将在灌木丛中嚎叫，无辜的鲜血将涌出。这被认为预测的是911事件。1950年他说，大浪将席卷海岸，人们将在水下消失。这被认为预测的是2004年南亚大海啸。万家预测的其他重大事件还包括库斯科号核子潜艇发生爆炸沉没，美国第44任总统会是非洲裔美国籍的黑人，苏联解体和东西德统一，切尔诺贝利核电厂爆炸，英国王妃戴安娜之死，伊斯兰国的崛起，英国脱欧以及网络时代的兴起等等。虽然万家预言过的很多事情都真实发生了，但是其中呢也有失败的例子。比如万家预言从2010年到2014年间会发生第3次世界大战，2016年欧洲将不复存在等等。显然那些事都没有发生，但曾在万家身边的亲朋说，他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预言。事实上，当被要求预测世界大战时，他宣称不会有第3次世界大战。因为万家的预言都是口述，是被后人回忆记录整理出来的，所以出现误差似乎也不足为奇。也有可能呢，一些预言的来源管道并不纯粹，有时也可能会被他人自创加料。我们刚才介绍的这2位预言家在东西方预言界是重量级的人物。那么即将到来的2025年，这2位预言界的先知又是如何为我们描绘的呢？据《镜报》报道，法国占星预言家诺查丹马斯在诸世纪中预言，2025年会是一个充满不安和动荡的年份。文中提到，欧洲可能成为无政府状态和新战争的中心，来自欧洲的势力将卷入一场残酷的战争。更可怕的是，伴随着冲突，随之而来的是古老瘟疫的大爆发。一场大瘟疫会带来比战争更严重的威胁。他的这段预言引发了许多关注，在他的预言中还说到了一个帝国的毁灭。
定义为将加入这庞大的帝国，善良和幸福离开远去，由一个离妓院不远的人统治，亡国劫难将临。分析认为，诺查丹马斯的这首诗预示着一个大帝国可能毁灭。年度星象网站对此的解读是，可能暗指俄罗斯或者中国。此外，全球性灾难发生的可能性很大，将造成大量的难民和伤患。欧洲国家人口减少，岛屿内发生了非常可怕的骚动，有人会听到一场巨大的战争，掠夺者的侮辱将如此之大，以至于他们将加入伟大的联盟。根据诺查丹马斯的这首诗，分析认为，这或许是在暗示俄乌战争可能引爆更大的战火，甚至可能动用化学武器以及与核相关的武器，而使得欧洲人口锐减。这或许是指第3次世界大战开始的可能。除了战争，诺查丹马斯还预测说，其他地区将面临自然灾害，包括火山爆发和大洪水。他提到会出现水中帝国，这可能预示着沿海一些城市有可能毁于大洪水。此外，他还预言可能出现一位神秘的领袖，建立新的世界秩序。关于2025年，诺查丹马斯和巴巴万加都警告说，战争、自然灾害和全球变化将会撼动世界。他们两个人所预言的欧洲战争会带来人口锐减，地球面临着天灾，而来自太空力量的威胁等方面不约而同的一致。巴巴万加在预言中声称，欧洲将会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两个主要国家之间可能会爆发剧烈的冲突，进而引发全球危机。一场发生在欧洲的战争将导致大量人口毁灭，这可能会成为人类灭绝之始。除此之外，巴巴万加还预言了地球轨道改变和太阳海啸。万加预言，地球轨道将以某种方式发生改变。目前虽然还不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但如果真的发生了，可能会产生毁灭性的后果。人类将进入极端的天气环境，面临着极大的考验。我们的地球在宇宙的旋转中保持着良好的平衡，即使是最轻微的变化，也可能极大地改变气候。离太阳近一点，会使整个世界沐浴在太阳的烧烤中。在极热的天气下，冰川将融化，海平面将上升，全球将陷入混乱。离太阳远一点，会使世界陷入冰河时代，并增加黑暗时间。在极寒的天气下，一切人类的生存将被摧毁，农作物减少，人类将重新进入狩猎时代。万加预言，将会有一场前所未有的太阳风暴侵袭地球，释放出如海啸般的巨大冲击力，导致大规模停电断网和通讯故障。一些特别悲观的人士甚至警告，这类事件或许将人类送回原始的黑暗时代。太阳风暴是来自太阳的能量爆发，将向地球发送电荷、磁场和辐射，威力大的时候可与数十亿颗核弹相提并论。从两位预言家描绘的前景看，2025年如果预言成真的话，将对人类造成巨大的伤害。不过从正面的角度看，预言的出现或许也是上天对人类的警醒。虽然科技的发展不断地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却无法让未来牢牢地掌控在人类自己的手中。所以往往越是乱世，人们越关注预言，来寻求精神上的慰藉。如果一切皆有定数，那身在其中的我们，难道就只能是在劫难逃吗？对预言来说，有时会随着很多因素发生一些改变。如果人能聆听神的声音，让自己转向善，在社会上形成一股巨大的向善和回归传统的力量，那么我们生活的环境会不会因此要远远的好过预言中所说的那样呢？听众朋友，您觉得呢？
欢迎您在留言区发表您的感想。我是雪莉，感谢您收看《文史大观园》，我们下次节目再见。